怎么觉得这事情有些蹊跷啊？不就是同窗来家中做客，有啥蹊跷的？恐怕没这么简单，你到时候多注意些。知道了。初八一大早，蓝伯月就去了蓝淑婷家中，见到了蓝书要的那位同窗。这位同窗的身份还不一般，是县令家的公子。蓝伯月起先还没有察觉出什么，渐渐也觉出不对劲儿来。家中来男宾，女子都会避让，可光他察觉到的，媚丫头已经有意无意从他们跟前走过5、6次。二哥，你告诉我，今日这位公子过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三弟，你看出来了，真是我想的那样。蓝淑婷点点头。二哥，不是我泼你冷水，这县令家的公子，我们这种小门小户的恐怕高攀不起呀。伯月，你说的我都懂，可你二嫂不听，我也没办法，所以我就想着先见见人。这人今日你也见了，我瞧着不错。蓝伯月皱眉，他看出自己这二哥有些心动。二哥一辈子生活在乡下，哪里能明白富贵人家里的弯弯绕绕？二哥，你若听我的，就趁早打消这个念头。这门亲不合适，就算媚儿嫁过去，只怕也要吃苦。老二，我看你就是眼红，见不得我家好。你三叔当真是好心，县令那是什么门第，哪里是我们这种小门小户高攀得起的？可你二婶一心想着攀龙附凤，不听你三叔的劝，我看啊，你三叔也就是咸吃萝卜淡操心。想想那日的事情，田氏就气。庄氏是个泼辣的，说得急了就不管不顾，上来就挠蓝伯月。蓝伯月的脸上就被抓破了几道。三婶儿，二叔家的事情你们就别管了，二叔向来做不得家里的主，二婶的性情咱们都清楚。这事儿啊，等到他们什么时候撞的南墙撞疼了，自然也就知道谁才是真正对他们好。唉，细丫头，谢谢你啊，回头你三叔回来，我就将药给他涂了。呀，西丫头也在呢，那正好，也省得我过去再通知一声。也就是后天，我家妹儿定亲，我家那口子说这是大事儿，得通知你们一下。到时候啊，你们可都要来，也认认人，免得到时候见了面不认识。庄氏脸上的笑容都快要咧到嘴边了，这还没和县令家攀上关系呢，看人的时候已经斜着眼睛了。二嫂，媚丫头的亲事定的是不是太莽撞了些呀？是不是该和娘商量一下？嘿，自古以来，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关娘什么事儿啊？这事儿我和妹儿她爹决定就好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和三婶就恭喜二婶和堂妹了，到时候我们一定过去。放心，到时候啊，我们可不会像有些人还搞个什么均摊，你们来吃饭绝对不要你们的饭钱，不过这彩礼钱可不算啊。话落，抬脚出了院子，从蓝伯月家出来，两人就去看蓝玉成。说来，他这个大姐当的还真不负责。蓝玉成受伤，他却和姬元躲在山上快活，10来日也没有下山看看。想想他就觉得羞愧。蓝溪恶狠狠地瞪了身侧的人一眼，都怪他。突然被瞪，姬元有些冷，下意识地伸手去抓小媳妇的手，却被他躲开。别理我，我生气着呢。媳妇儿。姬元愣，先前不还好端端的吗？怎么突然就生气了？姬元四下瞅瞅，见没什么人，低头快速地亲了兰溪一口。这样媳妇儿还生气吗？兰溪有些哭笑不得，谁告诉他，他生气的时候亲亲他就行了？兰溪板着脸不说话，结果他又亲了一口。你这个无赖！媳妇儿不生气了？你说不生气我就不生气啊，都怪你。玉成这几日受伤，我都没能下山来看看他，回头他见了我铁定要怪我了。原来小媳妇是为了这个事情生气呀。玉成不会怪你。啥玩意儿？片刻后，兰溪终于明白他说这话是啥意思。刚见到蓝玉成，他还没有开口呢，姬元就直接道：这段时间是我将媳妇儿绑在山上，不让她下山，所以你不用怪她。玉成，别听你姐夫胡说，他癔症犯了。你都跟玉成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媳妇儿，
不准说话。伤口愈合的差不多了，这段时间呢，还是不要握笔，不过可以适当的做一些练习，活动一下手指。你这几天干嘛去了？也不下山看看玉成？因为有你照顾玉成，我很放心。兰溪快被自己的话酸到了，她真是不要脸，为了掩盖事实，也是不择手段了。你真的这么相信我？而且你值得我信任，你将玉成照顾得很好。我做的其实也不好。哦，对了，大姐，蓝妹要定亲的事情你知道了吗？已经知道了。二婶来过家里了。二婶没来过，蓝妹来了。别提多得意了。有没有想过以后要嫁得比她好？我才不在乎对方的家世怎样，我要嫁人呐，就和你一样，嫁个自己喜欢的，也喜欢我的。春天来了，有些人的小心脏啊蠢蠢欲动了。看来我得找你娘说说。你要干嘛？让你娘赶紧给你找婆家呀！你别多管闲事，要找我也自己找。可真不害臊，连这种话都说得出口，这有什么害臊的？这是我的终身大事，可不得找个情投意合的。大姐二姐，你们俩当着我的面说这些好吗？我还是个孩子。就当着你的面说，就当着你的面说。蓝玉成一脸无奈，不过他好喜欢眼下的氛围，如果没有墙边杵着的那个人就更好了。哟，这天都快大亮了，这还没起呢，真是够懒的。知道今日里来的是谁吗？那可是县太爷家的公子，赶紧叫他喊起来，咱们一家人可要早早的迎接着。天还没亮，你们起来洗漱吃过早饭再下山，天可不就亮了吗？赶紧将西丫头喊起来，我还得去喊旁人，就不在这里耽搁了。谁啊？没人，媳妇儿，继续睡吧。博月，你去问问二哥，这人啥时候过来呀？咱们这些人站着也就站着了，咋能让娘一直这么站着呢？咋就不能站了？旁人可都是站的。我可告诉你们，你们谁都甭想破坏这门亲事，否则我跟你们没完。二婶，你这话说的也太不讲理了吧？怎么我们回去就坏了这门亲事了？旁人也就算了，娘这么大年纪了，咋能跟着我们一起站着？我倒是要问问二婶，您这是给妹丫头定亲呢，还是在请神呢？值得我们全家在这里相迎吗？怎么不知道了？我未来夫婿啊，可是县太爷的儿子，他们家能瞧上我们家，那是兰家走上8辈子修来的福气，拜高香就求不来的。不就站一会儿，怎就站不了了？好，二婶，你非要这么说是吧？我可告诉你，我有孕在身，今日里我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我也跟你没完。你够了，弟妹，你说的是，咱们一群人在这里等着也不是个事儿。你有孕在身，娘又岁数大了，你们就先回去吧。等等，弟妹和娘可以走，老三得留下。二婶，西丫头呢？怎么还没来？可西丫头，麻烦你去山上将姐喊下来。哼，不去。你这丫头，长辈的话你都不听了。山里危险，你让我一个10几岁的小姑娘去，万一出了什么事儿，你能负责吗？嘿，二嫂，别吵了，我去。你不能去。庄氏可不是傻子，他心里明白，蓝博月是整个蓝家唯一见过大世面的人，他得留在这里撑场面。如此看来，只能劳烦嫂子了。我娘凭什么听你安排啊？今日我家妹儿定亲，对方可是县太爷，这是我们蓝家的大事儿。今日蓝家的事情，我做主。我去。哼，早说这话不就得了？真是气死我了！怎么了？凭什么他蓝妹定亲要折腾咱们一大家子的人呢？天还没亮呢，我们就被二婶喊醒，一大家子人跟傻子一样跑到村口等着了。什么情况？早晨二婶来过。这事暂且不说，先吃饭，吃饱了再说。还是不吃了？我是来喊你们的，若是不下去，二婶估计又要多事了。不急，
先吃，吃过了再说。新丫头如今嫁人了，就不将咱们兰家人放眼里了，连我的面子都不给了。我一大早去请，到现在才来。二婶早上去喊我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二婶早晨去过了？没印象。二婶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今日里啊是堂妹定亲，我和相公来这么早也没啥用处不是？你就少说2句吧。哎呀，怎人到这时候还没来？娘，你别着急，许是路上耽搁了，云照一定会来的。你们吃什么吃啊？啊，若是你们正吃着，县太爷一家过来了，如何是好？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二婶，你恐怕没有什么权利要求大家饿着肚子陪你等人吧？人家那是县太爷，妹儿若是能嫁进县太爷家，那是给兰家祖上添光，饿一顿怎么了？死不了。再说了，我也没不让他们吃过再来。二婶，没有什么理所当然，我们大家愿意过来，那是情谊。若是眼下要走，你恐怕也留不住。哎，你们给我站住！细丫头，若是这门亲事毁了，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我竟然不知道堂妹的这门亲事成功与否，关键在我身上啊！难道那县太爷公子不是看上堂妹了，就是看上我不成？你别闹了，人来了，是纳妾不是娶妻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云照啊，不是说娶妻吗？怎么成纳妾了？娶妻？玉耀，你没跟伯父伯母说清楚吗？伯父伯母，我的身份想必你们都很清楚，像我这种身份的人，将来的妻子定然要是大家闺秀，能帮我打理后宅，可不是我能说的算的。县令公子的身份如此高贵，我们兰家也没有这个福气，高攀不起您这尊大佛，还请您带着这些东西离开我们兰家吧。娘，我们虽然是小门小户出生，可家里的姑娘，那也是我们放在手心里当成宝贝养大的，容不得旁人作践。老太太，情况您可能还没搞清楚，就算是给我做妾，那也比嫁给一个普通农夫做妻强，起码我能保护她一辈子衣食无忧，连带着你们兰家都能跟着荣耀。多谢县令公子高看，不过我们兰家就是小门小户，没什么大的见识，不适应那些深宅大院的日子，就喜欢一辈子与柴米油盐打交道，宁愿守着一个男人，一辈子伺候那1亩3分地，也不想跑到深宅大院儿跟一群狗抢食吃。老太太，您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老婆子虽然年岁大了点儿，可还不至于老糊涂，活着明白着呢。我看得上你们兰家，是你们兰家的荣耀。你可知道，我一招手，有多少姑娘愿意嫁我？那定然没有我兰家的姑娘。玉耀，这事儿你说怎么办吧？娘，我看要不就让妹妹做妾，我瞧着做妾也挺好的，云照定然会善待妹妹。你说的是人话吗？我这也是为了妹妹好。县令公子，我老婆子虽然年岁大了，可是家里的大事，我说了还是能算数的。你可以带着你的东西走了。奶，婚姻大事向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您说的恐怕不算。娘，你说。我庄氏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办，她既不想丢了这么好的亲事，也不想让自家闺女给人做妾，可是县令家给的聘礼也不少了，而且若是能跟县令家攀上关系，对玉耀日后的前程也是有好处的。我不知道，这事听娘的。伯父伯母，你们可要考虑清楚了。爹娘，瞧着堂兄着急的模样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堂兄要嫁人呢。这里有你什么事儿？是没我什么事儿，就是看不惯你这舔狗的嘴脸。兰溪，你骂谁呢？骂你啊？怎么听不出来啊？还让我给你解释一遍？这是我家的事儿，你最好少管。妹妹，我知道你是喜欢云照的，对不对？既然你喜欢他，嫁过去做妻还是做妾又有什么关系？说的是人话吗？既然如此，你当人和当狗也没啥关系了。兰溪，既然兰家不欢迎我，我走便是。玉耀，我是真心喜欢妹儿妹妹的，可你也知道我的身份，
你们家的门第太低，若是娶妻，我爹娘怎会同意？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你给我几天时间，我一定好好劝劝他们。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就再给你们家人一次机会，给你1天时间。这1天我就住在镇上，你爹娘若是想明白了，就来镇上找我。娘，若是妹妹不嫁过去，我的前程怕是也要跟着毁了。堂兄一个男人，还得靠着妹妹的婚姻来谋前程不成？你懂什么？若是能和云照结亲，我日后的仕途自然要顺遂不少。我是懂得不如堂兄多，不过我却也知道，科举考试为官，审查极其严苛，凭的可是真才实学，可从来没听说过要攀比妹妹嫁得好的。更何况堂兄懂得何为妾吗？妾说的好听点儿，是人家的小老婆啊，也就是小媳妇的意思。你若得宠便也罢了，若是不得宠，那日子过得还不如人家府里的丫鬟。你觉得能对你的前程有什么好处？就算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云照定然也会善待妹儿。哦，原来堂兄的面子这么大呀！既然如此，我倒是不明白了，堂兄还非要堂妹嫁过去干啥？臭丫头，我们家的事儿恐怕还轮不到你多嘴。西丫头说这些也是为了你们好。二弟妹，你说这话可就不中听了，我用不着她多管闲事。是我多管闲事了。姬元，我们走。既然如此，我想二嫂也不需要我们多管了。不愿，我们也走。你能帮我去看一个人吗？兰溪一时没回答。谢世安以为兰溪不愿意去。神医，我确实没钱，可您若是能帮我救下他，我谢世安这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。谢世安，你先起来。我没说不救，只是眼下我并不知道你让我救的那个人是什么情况，能不能救得了，我也不能保证啊。咦，那不是兰溪和他相公吗？眼下他不是该在铺子里坐诊吗？咋出去了？哎，他们旁边的男人是谁啊？我也不认识，不过他们眼下出去定然是有事儿。婶子，我们先进铺子里吧。运长，兰溪他们怎么出去了？他并没有跟我说明理由，只是跟我请了半日的假。我瞧着那男子面色不太好啊。哎，你说他会不会在外面接私活？你莫要胡说，兰溪丫头自打来了千金堂后，一直很本分，断不会做出接私活的事儿。夏叔叔，婶子，你们是在说兰溪吗？景宇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别听你婶子胡说，她就是瞎猜。兰溪丫头断不会做这样的事情，我是相信她的。是世安回来了吗？婆婆，是我回来了，还带了个大夫给您看病。姑娘看出来了，我并非得的什么病，而是中毒。这毒啊，在我的体内也并非一朝一夕，这毒根本不是寻常大夫能解得了的。这几年世安也带我看了不少大夫，皆没用。别人不能，未必代表我就不能。你的毒虽罕见，可未必不能解。婶子来了啊，闲来无事，过来看看。我先前瞧见姬公子跟你一起出去的，眼下怎么一起回来呀？哦，他还有些事情，稍后就会回来。你们这是去办什么事儿了呀？耽误这么大会儿的功夫，这事儿恐怕不方便跟婶子说。哎呦，瞧我老毛病又犯了，就要跟人打听事儿。蓝丫头，别介意啊，我就随便问问啊。外面好些排队等你看病的，你快去吧，别耽搁了。我听说呀，前些时候仁修堂有个大夫假公济私，为了多赚些，就与那些病人说，让他们私下里找他看病，他会少收他们些银两。不知这件事情，兰溪丫头怎么看呢？嗨，瞧我跟你说这些干啥？兰溪丫头绝对不会是那种人，是吧，兰溪丫头？快去忙吧。哎呦，兰溪丫头出来的正好，我正和季公子说着呢。这时季公子说，这事儿他不能做主。什么事儿？啊，是这样的，云朝的老毛病又犯了，这几日呀，腰酸背疼的。兰溪丫头，你能不能多来几天，让你夏叔叔少累点儿？不能。哎，也不是让你以后日日都来，只是希望你这几天都来，大不了多给
给你些工钱便是。赵婶儿，有些事情啊，我想当初我跟夏叔叔说清楚了。我虽然在千金堂坐诊，却不是千金堂的大夫，不受千金堂的约束，每月只在千金堂坐诊3天，工钱是千金堂每月1成的收益。我不想多要千金堂1分钱，也请赵婶莫要为难我，让我多坐诊。嘿，你这丫头怎翻脸无情啊！我是让你日日在千金堂坐诊吗？不过是你夏叔叔的身体不好，希望你能……我和夏叔叔都是人，婶子心疼夏叔叔，相公还心疼我呢。作为媳妇儿，我怎能让相公心疼啊？婶子若当真心疼夏叔叔，就该让夏叔叔早些再雇个大夫，替夏叔叔分忧解难。至于我，抱歉啊，没空。相公，我们走。嘿，你……哎呀，景宇呀，你瞧瞧这丫头什么态度啊！我不过就是看你夏叔叔这几日身体不好，想让他帮帮忙，他竟然，哎呦，真是气死我了！景宇有些为难，犹豫了一下，追了出去。赵氏的嘴角露出一抹笑：“你太莽撞了。”哼，我做的有什么不对吗？凭什么他拿着千金堂每月1成的收益，却只来3天呢？时间长了，你让铺子里的那些大夫怎么想？我看你呀，就是太心慈手软。不过没关系，你撂不下脸面做的事情，我帮你做就成。你就放心吧，那丫头明天保准乖乖来坐诊。景宇，如果你想劝我，那大可不必。我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，他若是一再气我，我必不会忍让。啊，兰溪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要来劝你，我其实都明白。兰溪，对不起啊，是我害了你。怎么样了？婶子，对不起，我没用，劝不动兰溪，还是让夏叔叔早些再找个大夫吧。哎呀，大路上呢，别搂搂抱抱，让人看到了多不好。不是大路上就可以吗？你说你这是图什么呀？要抱咱们不能回家抱吗？眼下跑到这荒野里，到处都是荆棘，走都走不出去。纪元笑笑，将他往上拖了拖，他觉得这样挺好。兰溪瞥见他脸颊渗出的汗水，有些心疼的道：“你将我放下来吧，我自己走。路不好走，我背着。你不累吗？不累，想这么一直背着媳妇儿。你怎么进来了？媳妇儿没关门。”兰溪一愣，他明明记得他将门拴好了呀。还没等他想明白，就见姬元朝着这边走来。你出去！媳妇儿。某人非但没走，还凑了过来。深夜，姬元猛地睁开眼睛，瞥了一眼怀中熟睡的小媳妇，悄悄地起身走到门口，将原先被他卸了的门给安上。姬元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个混蛋！姬元被一脚踹了出去。姓姬的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敢掀门进来，以后就别想再进这屋。媳妇儿。兰溪假装听不见，可耳朵能假装，心却假装不了，脑海中不停地胡思乱想。如今虽然进了2月，可这山里还是很冷，春寒料峭。他出去的时候穿的那般的单薄呀，不知道冷不冷。媳妇儿，媳妇儿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知道我惹你生气了，所以我就想去小木屋睡。可能是我太重，躺上去，那床塌了。兰溪的嘴角一抽，没好气的扔了一个大白眼过去。他傻呀，好好的床能那么容易坏？哼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搞的鬼。进来吧。媳妇儿，你不生气了？还想在外面站着是不是啊？姬元将手里的木板一扔，抱起兰溪就朝屋里跑去。云姑体内的大部分毒素已经排出，还有少量的残留，需要慢慢排出体外。多谢。你不用谢我，我原本就不是白替你救人。去看看云姑吧，给你1个月的时间，将这医书上的草药全部记熟，确保能分辨出熟知它们的药性。脑海中回荡着女子离开前的话，谢时安眨眨眼，就这，好些日子没回来了，
家中落了不少灰尘。两人回家后就开始打扫卫生。媳妇儿，你突然捏我鼻子干什么？没什么。一定有事。兰溪将手里的抹布放下，转身进了里间。好你个机缘，竟然敢往我鼻子上抹灰，哼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不追了，反正也追不上。媳妇儿，我不跑了，我让你抹。还挺好看的。收回目光时，对上了他灼热的视线。不跟你闹了，我继续擦桌子。刚要站起来，就被姬元按在了椅子里。他整个人倾身过来，兰溪禁不住红了脸，闭上了眼睛。姬元将脸贴在了他的脸上，一边印了3道印子。媳妇儿也成了大花猫。兰溪的脸红得快要滴出血来。原来他只是……兰溪想挖个洞将自己埋进去。兰溪啊兰溪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你这个巫女！媳妇儿，你脸怎么这么红？有些热。哦，我还以为媳妇儿是想这样。兰溪一呆，还没反应过来，下一瞬他就被他压在了椅子里，铺天盖地的吻落了下来。他的脸更烫了，耳边响起他低沉的声音。其实我也想这样。兰溪觉得自己的心都快要从心口跳出来了。你说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发现你真是越来越坏了。你最近也没跟三叔待一块儿，怎么变成这样？媳妇儿，我发现我本来就坏，只是以前没有一个人让我对他使坏。你这都说什么呢？不过现在有了。你干嘛？媳妇儿，你冷落了我这么久，也该补偿我一下了吧？你这人说什么呢？家里的卫生还没打扫呢。回头我来做。姬元抱着兰溪朝屋内走去。细丫头，你们可算回来了。哎呀，这段时间你们去哪里了？我来找过你们几回，你们都不在。哦，有些事出门了一段时间。三婶儿，可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？确实出事了。兰溪不在的这1个月里，兰家发生了不少事情。庄氏愿意将兰妹许给楚云照做妾，楚云照也答应兰家，以寻常人家娶亲的派头纳兰妹进门。原来那楚家呀，已经给楚云照安排了一门亲事。那姑娘是个善妒的，得知自己还未过门，楚云照就要纳妾，当即就不依了，就闹到了家里来。那姑娘家里是个有权有势的，你二叔三叔如今被关在了县衙大牢里。县令说什么时候将楚家的聘礼退回去，什么时候啊将你二叔三叔给放出来。细丫头啊，真不是我心狠。你说这祸事本来是二房惹的，跟我们三房有什么关系啊？为啥要将你三叔也抓进去啊？自打你三叔进去后，我这心一天都没有安生过，也不知道他在里面有没有受苦啊。没想办法去看看。去了，可县太爷下令，若是东西一日不退回来，这人就一日不放。既然如此，将聘礼还回去就是。事情闹成这样，蓝妹自然是不可能再进楚家的门，二婶总不能还不死心，连二叔三叔的命都不要了。问题就出在这里啊！楚家送来的一枚玉簪被可心打碎了，蓝妹说那玉簪价值连城，若是还不回去，楚家定然不肯放人。你二婶就逼着大嫂拿钱。那玉簪多少钱？你二婶说1000两啊！别说大嫂了，就算是我和你三叔也拿不出那么多钱呢。这些年你三叔确实做点生意，可能都是小本买卖啊，哪里能拿得出来这么多钱呢？三婶儿，你先别急啊，我这就下山回家看看。哎呀，大
嫂啊，可惜摔了玉簪，你可不能赖账啊！你若是不拿钱，舒婷可就没命了呀！你让我拿钱，我哪里有那个钱哟？哎呀，细丫头，你可算来了，可惜摔坏了救命的玉簪，你娘没钱赔，就由你这个做姐姐的来赔吧。啊，你赶紧拿了钱，我好去将你二叔和三叔救出来呀！赔，当然要赔。若那玉簪确实是可心摔的，我一定赔。哎，当然是可心摔的，他自己都承认了。二婶，就算事情真的是你说的这样，我也要找可心问清楚事情的经过。放心，这货啊，若当真是可心闯下的，我砸锅卖铁都会将这钱拿出来。都是一家人，还请二婶不要在这里闹了，闹得太难看，丢的还是蓝家人的脸。你当我想闹啊？啊！若大嫂肯老老实实拿钱，我至于这样吗？我瞧着，你家也就你还是个明白人。可心，是我，开门。娘，是大姐。什么大姐大姐的？你什么时候和这丫头关系这么好了？要是她和老二家的串通好了，开了门，岂不是要遭殃？哎，娘，大姐不会的。就算再遭殃，咱家她又能弄几个钱去啊？你怎么才来啊？对不起啊，我来晚了。可心丫头，今日里你当着西丫头的面说说，那玉簪是不是你摔碎的？细丫头，可心自个儿可都承认了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二婶，我说过，这玉簪若当真是可心摔坏的，我会赔。如此就好办，将钱拿来吧。多少？1000两。可以，不过二婶，1000两不是一个小数目，我一时拿不出这么多的银子，你总得给我点时间，让我去筹集这笔钱吧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给你3天的时间。3天后我必须拿到这笔钱。你二叔和三叔可还在牢里受罪呢，得赶紧将他们救出来。这个道理我自然懂的。臭丫头，你疯了？你哪里来的那么多银子啊？细丫头，我虽然也担心你三叔，急着将你三叔救出来，可是这1000两不是一个小数目啊！你去哪里弄这么多银子啊？我现在就回家，看看能凑多少钱出来，到时候一并拿给你。哎，三婶儿，你别慌啊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咋还能这么冷静啊？你们都别着急，媳妇儿这么做，自然有她的道理。冷静下来，听媳妇儿说。我们进屋说。可心，你将那日里的情形再说一遍。好。堂姐呢？没来吗？亏得三叔这么疼他，结果三叔出了事儿，却不见他的踪影。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还不是都怪你呀？若不是你不要脸的要给人做妾，二叔和三叔能被关进大牢吗？你还有脸在这里说风凉话？我怎么说风凉话了？我也是受害者好吗？事情闹成这样，我日后也是没脸见人。你怎么骂我？没脸见人？蓝妹，我瞧你到了这个时候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愚蠢。后来我就和他打了起来，不小心碰到了桌子上的一个盒子，那盒子里装着的就是那只玉簪。大姐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其他的聘礼都放在桌子上吗？其他的聘礼并不在那屋，都在堂屋的桌上放着。我们一家人商量着，决定将聘礼还回去救人的时候，二嫂说少拿了1件聘礼，结果我们回去的时候，就看到玉簪摔碎了。事情就是三婶说的这样，怎会偏偏落下1件？三婶儿，你知道那些聘礼原先就是放在蓝妹的房间吗？怎可能啊！我认识你二婶这些年，那些好东西她怎可能放在蓝妹房间？肯定是自己收着。不过说来这件事情也奇怪，你二婶平日里的性格张扬惯了，得了这么一件好东西，就算不跟村里人说，怎么也没在我们面前炫耀。哎，
那玉簪该不会是假的吧？如今那玉簪的碎块在哪里？出事后，你二婶闹得不可开交，当时我们也没太注意，不过应该是被你二婶收了起来。虽然碎了，可也是玉啊，你二婶应该舍不得扔。我知道了。臭丫头，这些年我身上的所有积蓄都在这里了，你拿去吧。娘。蓝可心震惊地看着张氏，她一直以为他娘心里只有弟弟玉成，却没有想到他娘为了他竟然肯将所有的积蓄拿出来。我只能帮这些，剩下的你自己想办法。这钱我不要，你收着，供玉成读书吧。这件事情我心里自有主意，你们就别担心了。细丫头，你是不是看出了什么？三婶儿，眼下我还不方便说，日后三婶自然会知道。三婶怀有身孕，回家好好休息，别再多想，我一定会将三叔救出来。能麻烦你送三婶回家休息吗？若是可以，给三婶弄点吃的。知道啦，照顾个人我还不会吗？好些日子没睡好觉了吧？别多想，去睡一觉吧。我睡不着，不过你若是能陪我，也许可以。得寸进尺的丫头，睡吧，我在这里陪着你。我能拉着你睡吗？张氏回来的时候，走到了蓝可心的窗边，见兰溪坐在床边，轻哄着蓝可心，一时有些眼热，他赶紧转过身去，将眼泪抹去。喝点茶水吧。这些年，我一直觉得我当初做的没错，我不是他亲娘，我对他不好，是应该的。回头，你帮我谢谢他。你应该自己跟他说。坏人都当了这么些年了，哪里就能成了好人？对着他，我说不出口。这不过是劣质碎玉块，别说如今碎了，就算原先好好的，也值不了几个钱。掌柜子，仅凭这一小块碎玉，你就能看出这玉件原物不值钱？那是自然，我这金玉坊可是100年老铺子了，祖上一直都是干这个的。要是连这点门道都看不出来，我还是趁早关门得了。你手上这块玉，瞧着和那几件东西差不多。瞧，那玉镯算是这玉制制作出来的顶好的东西了，也不过就值个5两银子。忽然看到了几枚玉簪。掌柜子，这玉簪多少钱？那玉簪不值钱，姑娘若是喜欢，1两银子我卖你1对儿。不用，我要1只就成。1只500文。好，麻烦掌柜子给我包起来。媳妇儿要用这个代替原先那个玉簪？不是代替，而是就是。二婶若是不承认呢？我自然有办法让她承认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还有件事情想让相公去帮我做。什么事？你帮我去一趟县城，打听一下堂兄蓝玉耀的情况。你就这么着急走啊？姬元的双眸一亮，将面前的人圈在了怀中，低头吻了下去。媳妇儿，等我回来，我会快去快回。去吧。别喊叫，我没恶意，只是有些话想要问你。2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你给兰家下的聘礼中有价值千金的玉簪吗？没有，连玉簪都没有。兰妹那个乡下的丫头哪里配得上那种东西？第2个问题，知道蓝玉药在哪里吗？不知道，不过你可以去赌坊找找。赌坊？媳妇儿，除了蓝玉药的事情，我还打听到一件事儿。楚云照给二叔家下的聘礼中并没有1枚玉簪。你去楚府了？没出什么事情吧？媳妇儿放心，依着我的身手，楚府还奈何不了我。你去的时候有没有蒙住脸面？没有，不过媳妇儿，你不用担心，就算楚云照认出我，也不敢将这件事情说出去。我听你娘说，这银子你都凑齐了。既然凑齐了，就快点拿来吧，我好拿了银子呀，去县城将你二叔和三叔救出来。银子没有，不过我有这个。娘，
细丫头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可是有点看不明白了。二婶，堂妹，你们来看看，这只玉簪和先前可心摔碎的那只相差多少？差得多了，这一看就是低廉的东西，哪里能和我们媚儿那价值千金的相比？三婶儿，你们觉得呢？我虽然没瞧见那只玉簪原先是何模样，不过从推断来看，应当和这只玉簪相差无几，这玉质也相仿。就算看起来一样，那又如何？看起来一样就好办呢。我思前想后，退还1000两，倒不如将原样的东西还回去。为了二叔和三叔，我和姬元愿意忍痛割爱，将这簪子贡献出去。丫头，再怎么说，这都是侄女婿母亲的遗物，就这样拿出来不好吧？况且原先的玉簪我也没仔细看过，万一不一样，这拿出去让县太爷认出来，你二叔三叔的命可就没了。我绝不能拿这个冒险，要是有个万一，你让我们这一大家子的人往后怎么活呀？二婶说的是，不过若是二婶送银子过去，县太爷不认，非要玉簪，到时候玉簪摔碎的事情暴露，只怕二叔和三叔的性命更加堪忧。依我看呢，咱们还是先将玉簪送去，至少这簪子和先前的相差无几，想来县太爷也不会为难我们。哪个三婶的意下如何？就按照姬丫头说的算。哎，绝对不成！二嫂，你难道不想早些将二叔救出来？哎呀，我怎不想救他出来呀？他在里面待1天，我这都寝食难安的。正因为我担心他，才不能拿他的生命开玩笑啊！三弟妹啊，在里面的可不止我家舒婷，博月可也在呢。你说这要是有个万一，你如今怀有身孕的，让你和孩子可怎么办呢？怎么都要承担风险，我愿意听西丫头的。二婶，你推3阻4的，难道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理由？你别胡说，我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理由？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了，怎不见堂兄的身影啊？兰溪没说，旁人还不觉得，眼下一说，众人都觉得有些奇怪。玉耀呢？玉耀自然是在县城读书。这样啊，相公，你去一趟县城，将堂兄喊回来。如今二叔三叔都被关在了大牢里，家里也没有个主事的男人，他身为兰家的长孙，应当回来主持大局。不准去，再过半月可就要院试了，怎能这个时候去打扰玉耀，让他分心呢？二弟妹，不是我说你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竟然还担心打扰他院试。女婿啊，别听你二婶的，赶紧去县城将玉耀喊回来，万一他爹要是有个3长2短，那才真是抱憾终身的事情。不能去，我才是玉耀的娘，这件事情我来做主。你若是去了，届时玉耀考不上秀才，你担当得起吗？二婶，你不让我相公去，是怕打扰到堂兄的学业，还是因为就算我相公过去了，在学堂也找不到堂兄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二婶是真不知道，还是在装糊涂啊？你这丫头，若是不想拿银子救你二叔三叔，就直说，何必在这里惺惺作态？三弟妹，你看到了吧？啊，平日里老三多疼这丫头啊，结果到了这个时候，她却在这里推3阻4。先前说的多好听啊！啊，说什么啊？只要确定是可心摔的，就会赔。原来都是敷衍我。我相公今日去了县城。庄氏的声音戛然而止，有些失魂落魄的跌坐在地，呆呆地看着地面，像是傻了一样。发生了何事？南，这件事情啊，等稍后再说。眼下最重要的还是去县城将二叔三叔给救回来。二婶，还不将聘礼交出来？
要等着我把事情说出来吗？那，你们先在这里等消息，我眼下就和相公去一趟县城，将二叔和三叔接回来。两人连夜赶到了县衙，好在县太爷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他将余家的人请来，当着余家的面，他们将聘礼还了，县太爷就将人给放了出来。蓝淑婷从牢房里出来时，见到兰溪，梗着脑袋，她觉得自己没脸见兰溪，也没脸见家人，更加对不起伯月。当初他要是能听他们的话，何苦弄到如今这地步？可算是从里面出来了。蓝伯月倒是个乐观的，察觉出蓝淑婷的异样，手一揽，搂住自家哥哥的肩膀。二哥，我们这算是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等回头到了家中，咱们兄弟俩一定要坐在一起好好喝一顿。伯月，蓝淑婷欲言又止。二哥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我们是兄弟，不管发生什么都是。事情发展成这样并不怪你，更何况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就别想那些不开心的。咱们媳妇儿可都在家里等着呢。细丫头，快，咱们快些回家吧。你三婶好些日子没见到我，估摸着都快担心坏了。三婶是挺担心你的，不过三叔，你真的觉得眼下这样子回去不会让三婶更担心？蓝伯月瞅着自己胡子邋遢，衣衫褴褛，还臭烘烘的模样，挠挠脑袋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。还是西丫头考虑的周到，先找个客栈，让我和你二叔洗洗澡，好好收拾一下，再回去吧。兰溪将两位叔叔在客栈安顿好，从客栈出来就看到了门口站着的姬元。你知道我要出来？姬元握住他的手，陪你一起去。你知道我要干嘛的吗？就要跟我一起去啊？不知道，就要跟着。我要是去澡堂洗澡，你也要去啊？姬元有些冷，而后垂下头，红了脸。你还真想跟去啊？你是想去看我，还是想去看别的姑娘？只想看媳妇儿，其他的都不好看。你说这话也不怕得罪别的姑娘。不过我确实不是去澡堂，只是我去的地方你跟过去了也有些不方便。姬元拉着他的手不松，这里可是县城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他有些担心他的安危。我知道你担心我，不过不用担心，你忘了你媳妇儿我呀也不是吃素的。姬元还是不松，兰溪无奈。这样吧，我告诉你我去哪里，回头你去接我，总成了吧？我要去一趟余家，你呢？二叔和三叔在客栈洗澡，你去找家成衣铺子买2件成衣给他们换上。事情办妥了，你就可以在余家门口等我。姬元点点头，他转身就要走。相公，注意安全。话落，红着脸跑开了。姬元摸了摸被兰溪亲过的地方，嘴角弯了弯，转身去办媳妇吩咐的事情。你谁呀？我有事找你们家姑娘。我们姑娘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？兰溪将一个钱袋塞到了门童的手中。劳烦小哥帮忙通报一下，若是你们姑娘不肯见，我自然也不会责怪小哥。算你识相。你想让我怎么跟姑娘说？就说我姓兰，今日见过，有几句简单的话要说。不出兰溪所料，这于姑娘果然不愿意见他，她打算翻墙进去。牛大哥，这么晚了，你去哪里？老夫人不知怎的，突然头疼的厉害，大爷吩咐我去找大夫。你说这大晚上的，也不知道能不能请到。找大夫，真是天助他也。我就是大夫，可以替你家老夫人看病。这位是？不是要给你家老夫人看病吗？还不赶快带我过去。老夫人发病的急，眼下情况危急，牛大哥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带兰溪过去了。大爷，大夫来了。是个姑娘。是，不过我也是大夫。余家大爷皱了皱眉，耳边传来母亲的哼哼声，还是让兰溪去试试。老夫人，我正在给您施针，可能会有些难受，若是哪里不舒服，你直接跟我说。好，2盏茶的功夫后，我会将老夫人头上的银针取下，老夫人暂时不会有大碍。大夫，不知道我娘得的是什么病？高血压，老年人的常见病。高血压？那是什么病？余家众人愣在那里。兰溪见余家人愣神，也意识到自己蹦出了现代的词汇，就是富贵病。什么是富贵病？简单点来说，
就是日子过得太好，生出来的一些病症。这人过得太好也能生病？当然，比如说这肥胖症就是典型的富贵病。于米虽不是很明白，不过这肥胖症他还是能稍微懂点的。该如何治疗？有笔墨吗？有。兰溪开了一个降血压的方子，然后叮嘱道：往后啊，老夫人的饮食就清淡些，少吃点大鱼大肉，多吃点五谷杂粮。若是可以，最好给老夫人整一块地。这吃的清淡点我能明白，这弄块地干什么？弄块地给老夫人，老夫人闲来无事的时候啊，可以在里面种种菜，种种花。切记，一定要让老夫人自己动手，不准下人帮忙，多运动些，身体好。老夫人听到这话，嗔了一句：我以前就说让我自己动动，可你们整日里将我护着，这也不让我干，那也不让我干，眼下现出病来了吧？娘，我还不是怕您累着，你放心，往后我不会拦着您了。多谢大夫出手相助，这是于家的谢礼。兰溪盯着那银子瞄了好几眼，最后还是忍痛摇头。这钱我不能收，给老夫人治病，原先就是巧合碰上。若是你们当真感谢我，就答应我一个请求。于敏有些意外。什么请求？我想和于姑娘说2句话。小妹，我这么晚了会出现在这里，就是来找于姑娘的。于米盯着兰溪打量了几眼，虽然他不知道面前的女子为何会提出这样的请求，可他觉得她不是坏人。于米斟酌再三，换人去将于姑娘请来。